大家好，我是曼達。今天我們來聊一個，可能會有點顛覆你過去對金錢看法的理財觀念哦。就是為什麼手上有現金，有時候竟然會比完全沒有負債來得更重要？聽起來很怪，對不對？我們來看看。你看這句話，有債務不會死，但沒有現金流你就死定了。你第一眼看到是不是覺得，這跟我們平常聽到的不太一樣啊？感覺有點違反直覺嘛？沒錯，所以今天我們就要來好好聊一聊這句話背後到底藏了什麼關鍵的財務真相。好，那為了要搞懂這件事，我們先來講個故事，一個很簡單的故事，但它跟我們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很有關係。我們很多人，我相信你可能也是這樣想，都覺得無債一身輕嘛，對不對？不欠任何人錢，那個感覺真的很好，心裡很踏實。但是這真的永遠都是最聰明的理財方法嗎？我們來看看甲乙這兩個人的故事，你就會明白了。好，你看哦，狀況一模一樣，100萬存款，100萬債務。但這裡最有趣的地方來了，就是他們的選擇。賈先生他就想說趕快還清，無債一身輕嘛，所以他就把100萬全部拿去還債了。那乙先生呢，他反其道而行，他選擇把現金留在手上，債務也留着。好，問題來了，你覺得他們兩個誰做的決定比較聰明？我相信大概10個人裡面有9個會馬上說，那當然是賈先生啊，他現在可是零負債耶。先別急着下定論哦，在我們判斷之前，有一個非常非常關鍵的概念，我們必須先搞懂。這個關鍵的概念就叫做財務流動性。你只要搞懂了什麼是流動性，你就能明白為什麼甲乙先生的選擇會帶來天差地遠的結果。什麼是流動性？講白話一點，就是你手上的資產變成你可以馬上拿去買東西的現金，這個速度有多快？速度越快，流動性就越高。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哦，你銀行裡的存款是不是隨時想領就領，想轉賬就轉賬？這就是高流動性。那反過來，你的房子呢？你想把它變成現金，是不是得找仲介賣個好幾個月，甚至還要打折才賣個掉？這就是低流動性。這個差別聽起來很簡單，但等一下你就會發現，它真的比你想象的還要重要太多了。那這到底有多重要？你看這個數字，在美國竟然有40%的人將近一半的人，如果突然發生什麼急事，他們連400塊美金的現金都拿不出來。你看，這就是缺乏流動性的可怕之處。所以這就帶出一個非常核心的觀念：真正決定你在財務危機中能不能活下來的，不是你欠的多少錢，而是你手上有多少可以馬上動用的現金。好，記住這點。我們現在回到剛剛甲跟乙的故事。好，故事繼續。現在一個突發狀況來了，這也是很多人都經歷過的。假設甲先生和乙先生都因為疫情突然失業了，整整1年都沒有任何收入。可是呢，生活開銷還是要付他們每個月固定要花3萬元。你看這個結果真的可以說是天差地遠。你看看賈先生，那個無債一身輕的賈先生，他1個月都撐不下去，因為他手上沒有現金了嘛。反過來看乙先生，雖然他還背着100萬的債務，但是他手上的那100萬現金足夠讓他撐過將近2年的時間，23個月。這就很奇怪了，對不對？為什麼那個有負債的人反而活得比較久？這一切就要回到他們當初那個選擇所造成的後果了。我們來一步一步看當你決定把錢拿去還債，第一步，你手上的現金就變少了，對吧？再來，現金變少就代表你的流動性降低了。接下來最致命的，流動性降低就代表你應付突發狀況的能力幾乎變成0。所以最終你的財務存活率就大大降低了，你等於是為了省下一點點的利息而犧牲了你最重要的救命錢。所以你可以試着用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件事。你看，你付給銀行的那些貸款利息，其實可以把它想成是你為了保有這筆現金的流動性所付的保險費。這樣講是不是就合理多了？這筆錢就是你的保險，確保你在最需要的時候有一大筆資金可以動用。
所以說，現金真的是你的生命線。我們來總結一下今天最重要的幾個 takeaway， 你一定要記住。你看哦，首先流動性，白話講就是你需要錢的時候手上有沒有錢。再來，真正會讓你財務出問題的，往往不是債務本身，而是你沒有現金了。所以反過來說，債務有時候反而是一個工具，可以幫你保留更多現金在手上。記住，現金不夠遠比有可管理的債務還要危險。你不會因為欠錢而倒下，但你會因為手上沒現金而倒下。這就像氧氣一樣，不管你身體再強壯，沒有氧氣，幾分鐘就撐不住了。所以看到這裡，你是不是也開始重新思考，盡快還清所有債務，到底還是不是唯一的標準答案呢？如果喜歡我們分享的投資理財知識，請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並且開啟小鈴鐺，這樣你就不會錯過我們分享的寶貴知識與內容了。未完待續，我們下期見。